大部分人买房都是需要通过银行贷款的，除非你家是……就算是那样，你也很可能是贷款的哦。So how do I get rich? I borrow money, and I buy assets with it. 众所周知，还房贷是很多人的噩梦，因为现在的房子的价位都偏高，所以它不是只需要1年或2年就能还完的一个贷款。我们发现到很多人就购买了房产之后，面对的一个痛点就是，很多人就为这个还贷期限在烦恼，那是10年好呢，20年好，还是30年好？这样子看来，几乎我们人生大半辈子都是在还贷的，所以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？对啊。所以我们希望这一集呢，想要来跟大家以澳洲的房产来作为实例，为大家呢破解一下如何还房贷的一些谜题吧。那当中呢，可能每一个国家的一些政策是有所不一样，但是基本上你能理解这当中的一些基本原理的话呢，那其实你就能够做出一些对你来说如何还房贷最佳的一些方法了。那在我们聊如何正确的选择还房贷的期限之前，我们先过一遍吧。那什么是好债务，什么是坏债务？那好债务就是好的债务，就是在你兜里进钱的。那坏的债务就是从你兜里取钱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的房贷是属于自住房的话，就是买来给自己住的话，那个是属于坏的债务，因为它是每一个月需要支付的一笔费用。那如果你买的是投资房，你要还的是投资房的房贷的话，而这套房是为你赚取正现金流，那就是好的债务。那么在决定要如何选择还贷的期限呢，我们必须要有2个因素得去衡量。第一个因素呢就是通货膨胀率，然后第二个因素就是贷款的利率。那首先通货膨胀率，之前我们有做过影片详细的解释什么是通货膨胀嘛。那通货膨胀呢，基本就是一个国家的央行通过发行更多的货币去到流通市场，以达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象。那一般上通货膨胀率呢，发达的国家都会想要把它尽量控制在2%到3%左右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手里的钱会随着年份，每一年呢大概亏损了2%到3%的面值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贷款的利率。那因为我们一般呢都是跟银行去贷款来买房的嘛，那银行不可能是白借钱给你的嘛，肯定呢这个钱真的是会产生利息的。那这个贷款的利率呢，其实是会每一年都有所不同的。我们现在呢是处于一个全球历史性的低利率环境，大部分的国家呢，现在如果你是贷款买房的话呢，你的利率都会是相对比较低的。在澳洲这边呢是大概在2.5%左右。那利率呢也是有分2种的，一种就叫做固定利率，一种是叫做浮动利率嘛。那固定利率顾名思义呢，也就是说你的利率是固定的。那浮动利率呢，也就是说它的利率是会根据整个经济的大环境呢而有所改变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想要举例，让你们看一看贷款呢在这个通货膨胀率还有贷款利率的影响之下呢，会在10年、20年跟30年呢产生什么样的区别。首先从30年开始说起吧。那我们现在把时光机拉回到1990年的时候，在澳洲的这个大城市悉尼呢，他们的房价均价是18万，好便宜哦。当时不便宜，不是那样子的走过来的。1990年呢到2020年这30年呢，澳洲这边的平均贷款利率呢是在7.5%左右。根据这个比例来算的话，比方说我们是贷款80%来买这套房子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是从银行那边贷了14.4万来买这套房子。而根据这个7.5%的利率呢，这30年里呢，这个14.4万的贷款呢就会产生218473块钱的利息。那连本金1块计算的话呢，也就是说在这30年里呢，你总共还了362473块钱，听起来就有点不服气，对吧？对。
但是呢，我们刚就说了嘛，这30年呢也有通货膨胀的发生。那我们如果把在澳洲从1990年到2020年的通货膨胀率来计算的话呢，那1990年当年的14.4万呢，在2020年呢就是值291007块钱。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通胀的因素计算在里面呢，那么呢，其实你在这30年里呢，你的14.4万的贷款呢，只产生了71466块钱的利息。大家可能对这个数目还有一些不理解。那换句话说，就是当年银行如果不借给你，他手上拿着那钱，他拿着30年，他到2020年呢，他的14万也会变成29万嘛？那他凭什么要借给你？当然是要14万也会变成14万，还是会14万啊 ，cash 不会增长哎。对啊，就银行是通过借钱给你来赚钱嘛。对。那如果银行不以借钱给你来赚钱，那他大可以把他手上的钱拿去做别的投资所用嘛。对，不是应该简单来说，如果不能一口气把房子全款还的话，然后就决定不买房的话，亏更大。那如果选择这个30年的贷款呢，你每一个月的还款额度是1007块钱，是本金同还。对。然后大家先记住这一个数额，就是这套1990年18万的房子呢，在2021年呢已经涨到了112万，比通货膨胀还多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是在用同样的例子呢，但是这一次呢，我就选择20年的还贷期限。同样的，我们就回到1990年这个18万的房子嘛。从1990年到2010年呢，澳洲的平均房贷利率呢是8.6%。根据这一个比例来算的话呢，14.4万的贷款呢，在20年里面呢，会总共产生158111块钱的利息。连本金一起计算的话呢，也就是在这20年里面呢，你总共要偿还302111块钱，少一些，就少一些。那在通胀率这方面呢，当年1990年的14.4万呢，在2010年呢是值24.877块钱。那我们再一次的把这个利息减去这个通胀所带来的分别呢，那么你在这20年里面呢，实际产生的利息呢是62111块钱。那如果选择了20年的这个贷款还款期限的话呢，你平均来说每一个月就是要还1259块钱。现在我要大家记住第二个数目，也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，这套房子是值60.2456块钱，写着就可以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10年的还款期限，又再次回到了1990年，18万的房子贷款80%，贷了14.4万出来。从1990年到2000年呢，澳洲的平均房屋贷款利率呢是9.9%。啊？对，以前是高利息的，不要觉得现在是很正常的利息。那根据这一个比例来算呢，14.4万的贷款呢，在这10年呢会产生83401块钱的利息。那如果连本金一块计算的话，就是在这10年里，你总共偿还了227401块钱嘛。再一次，我们就把这个通胀的因素计算在里面呢，那1990年的14.4万呢，在2000年呢是值179154块钱，又少了，更少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利息减去这个通胀所带来的影响呢，那实际上在10年呢，你的这个14.4万的贷款呢是产生了48247块钱的利息的。如果你选择10年的还款期限的话呢，你的每个月的还款额度是1896块钱。大家再记住这第3个数目，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，这套18万的房子是值352966块钱。那么我们从这3个演算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总结我们可以看到的3个点。那就是第一个点呢，就是这个30年的还款期限呢，看起来是付了最高的利息的，但是当我们把这个通货膨胀率还有这个贷款的利率这2个变化因素计算在内的话呢，就是10年是48000嘛，然后20年呢是大概62000左右，就是大概多了14000块钱。然后20年跟30年的分别呢，就是差不多9000多块钱左右。那平均呢，也就是大概每10年的那个利息差是差1万块钱左右，对吧？那么第2个点呢，就是从这个每一个月的还款的金额来看的话，10年呢，
你的每个月还款利率是大概1896块钱。现在来说，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金额是能够接受的，但是我们回去1990年的时候呢，澳洲悉尼那边的人，他们平均一年的工资呢是大概在28000块钱左右。那澳洲呢是税收是相对比较高的，如果减去了他所需交的那个税呢，那基本上他除了还房贷之外，兜里是根本不会有多余的钱，包括吃饭他也没钱了。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，以现在来说，现在的货币也是一个挑战。对，2000块，对呀，一个月，对，更何况1990年。虽然看起来10年的这个利息你是付最少利息的，但是重点就是它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。如果你连吃饭都没有剩余的钱的话，那你就算是付最少利息，也是在我们的能力之外。所以选择一个10年的还款期限，相对来说变得不太现实。那相反的，如果他是选择30年的期限的话，那他每一个月是还1007块钱嘛，那其实他兜里面还会有剩余的钱，至少能让他去吃饭的，就变得不会造成太大的生活压力。就是意思是说，通货膨胀了之后，其实只相差了1万块钱，但是你的生活变成了至少是正常的生活。第三个点呢，就是大家能够明显的看得出，房价呢在30年里面呢，他们的涨幅的差距是非常的明显的。那如果你买房是以投资房的角度去买的话呢，那么其实相对来说，我们都有一个理念，就是你持有那个房子的时间越久，你就能越吃得上这套房子所能为你带来的红利嘛。对。那相对来说，要怎么样的是能够持有这套房子越久，就是你的那个还款压力没有那么大啊。因为如果有意外，还是没有工作了，突然间还是怎么样的，那如果我是不用支付那个房贷的话，我还能支撑下去，而不被迫卖掉那个房子。对，那当然，如果你买的那个房子是自己住的话，那你肯定就是这些利息差都是你的费用。也就是说，你选择10年的话，你当然就是付给银行最少的利息，相对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，但是也不一定是这样子的。其实你还是可以选择30年的还款期限，然后呢，再把你本来应该每个月多还的那个钱呢，拿去做一些别的投资。那当然，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激进的一个想法。那但是呢，如果大家能够投在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投资产品，那其实是相对更好的。那我给一个真实的一个回报率方案给大家看一看。30年的房贷你是要还1007块钱嘛？那10年的房贷你是要还1896块钱，那每一个月呢就差了889块钱。那如果你把你每个月该多付的这个889块钱投入到一个美国股市叫做标普500的指数里面，那亏了怎么办？那因为标普500它综合了美国的500大公司嘛，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健的。那就是说，你每一个月投889块钱，持之以恒的投30年，在30年后呢，根据美国标普500从1990年到2020年的回报率呢，它每一年的回报平均呢是有9.5%的回报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你这30年投的889块钱呢，总共赚去1289466块钱。酷，就宁愿还款时限长一些，对，然后压力少一些，就有点像 buy and forget 的感觉，就是你要投资的房产买了，然后因为它造成正向现金流嘛，那你可能就会忘记了你有这套房子的意思。总结来说呢，其实要再选择哪一个10年、20年还是30年的还款期限呢？通货膨胀率还有贷款利率的变化是2个最不可控的因素。那如果你选择10年的还款利率的话，那你很可能呢会被这2个因素影响的最大。但是如果放长30年的话呢，其实这2个因素是非常的可控的，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有它的周期的，就是有好的时候也有坏的时候。那所以呢，如果把这个还款期限拉长30年的话呢，就能够减低这个通货膨胀率还有贷款利率所给你的影响。那如果你现在就选择一个10年的还款利率的话，那你可能接下来你会吃亏。那还会飙上9%吗？
说不定还款利率。就好像在90年代的时候，你跟当时的人说贷款的利率会低至2%或者1.5%，他们是不相信的嘛，就不可能。那到底要选择哪一个还款的期限，10年、20年还是30年呢？那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大家也可以去自己根据自己的生活情况而去做一个决定嘛。但是重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对自己所做出的决定呢去负责任，不要负责不买了。对，那也是一个你选择决定，你得负这个责任。